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你好好聊一本书，就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听到这个书名，你可能手指已经放到屏幕上了，准备划走，觉得经济学是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人研究的玩意儿，跟我这种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我不炒股，不办厂，又不搞投资，学那玩意儿干啥？但我想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这本书虽然叫《经济学原理》，可它压根儿不是一本讲钱的书，它是一本讲选择的书。曼昆自己说得很明白，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怎么分配，说白了就是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么做出更聪明的决定。你今天遇到的所有纠结，比如晚上是加班还是回家陪孩子，这笔工资是存起来还是买包，新工作薪水高但离家远，到底接不接？甚至小到午餐吃面条还是盖饭，周末看书还是刷剧，这些全是选择。而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选择的科学，它可以把你的选择困难症治得服服帖帖。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站在奶茶店柜台前，看着菜单上五花八门的名字，纠结了整整5分钟还没点单，后面排队的人都在翻白眼，打开外卖软件刷了40分钟，从黄焖鸡看到麻辣烫，最后随便点了一个，送到之后又后悔，觉得刚才那家其实更好。换工作的时候更夸张，2份 offer 摆在面前，A 公司钱多但加班狠， B 公司钱少但离家近，你翻来覆去睡不着，问遍所有朋友终于选了 A， 结果入职第1个礼拜就开始想，要是当初选 B 会不会更幸福？这种场景太熟悉了，对不对？我还没说完，你买了一件打折外套，原价800，现价399，你觉得不买就亏了，火速下单，结果拿回家穿了一次就不喜欢了，连吊牌都没剪，一直挂在衣柜里当装饰品。还有你办了张健身卡，1年去了3次，每次去之前都要做半小时心理建设，最后干脆不去，还安慰自己反正卡也便宜，不去就不去吧。这些事听起来很荒唐，但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经常发生？我要告诉你，你之所以这么纠结，不是因为你性格优柔寡断，更不是因为你智商不够，而是你的大脑在出厂设置上就带着一个 bug。 传统经济学有个假设，说人都是理性经纪人，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冷静地计算利弊，然后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可现实世界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实中的我们被情绪牵着鼻子走，被各种认知偏差欺骗，还特别依赖心理捷径来偷懒。行为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实验，发现人类在做决策的时候会受到很多自己根本察觉不到的非理性因素影响。最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同样的损失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同样的收获带来的快乐。今天你丢了500块钱，那种难受劲儿，比你明天在路上突然捡到500块钱的开心劲儿要大得多。这种心理机制叫做损失厌恶，它是进化留给我们的遗产。你想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要是丢了食物或者丢了保暖的兽皮，那可能就饿死了，冻死了。所以大脑对损失特别敏感，一旦发现可能失去什么，立刻拉响警报，让你赶紧采取行动。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机制就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它让我们做出了大量不理性的决策。我给你举2个特别常见的例子。第一个，你买了一只股票，买的时候高位进场，现在一路下跌，跌了 30%， 理性的想一想，你应该及时止损，赶紧卖掉，但是你就是舍不得，因为只要你不卖，亏损就只是账面上的数字，一旦卖了，亏损就变成真实的损失了。你的大脑受不了这种确认亏损的痛，于是你选择抱着那只股票，眼睁睁看它继续跌，从 30% 跌到 50%。 第二个例子，你花了80块钱买了一张电影票，开场20分钟，你发现这是个烂片，情节离谱，演技尴尬，你心里已经开始骂编剧了。理性的想一想，钱已经花了，拿不回来了，你应该立刻起身走人，用剩下的时间去做点有意义的事。但是你不甘心，你想票都买了，不看多亏啊。结果硬生生在电影院里熬了2个小时，出来的时候不但损失了80块，还搭上了宝贵的2小时。你看这2个场景里面，你的理性都知道正确答案，但你的大脑就是不肯执行，因为损失厌恶在暗中操控着你。所以你发现了吗？我们总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深思熟虑的，是理性的，可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大脑里那些又老又原始的机制在替我们做决定。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逃出这种魔咒？答案就在曼昆的这本书里。曼昆在经济学原理里提出的第1个核心原理叫做人们面临权衡取舍。这话听起来像一句废话，
谁不知道做选择要取舍啊？可关键在于，绝大多数人在做取舍的时候，根本没有认真算过自己到底放弃了什么。紧接着第二个原理就更扎心了。曼昆说，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这句话就是整个经济学里大名鼎鼎的机会成本。什么叫机会成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做了一个选择之后，所丧失的那个被你放弃的选项里，价值最高的那一个。听起来有点绕，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瞬间就明白了。你今天晚上刷了2个小时短视频，表面上看你的成本是0，因为没花1分钱，但机会成本是什么？是你本来可以用这2个小时去读书、去运动、去学一门技能，而这些是未来可能带来的收益。假设你坚持2个月，每天用这2个小时学剪辑，掌握了一门新技能，然后用它接单赚钱，一单能挣500，一个月接4单就是2000，那你刷那2个小时短视频的真实成本就相当于丢了2000块钱，甚至更多。再比如说，你打算辞职去读研究生，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可能要花5万块，但真正的成本远不止这5万，你还要算上，如果不去读，直接去工作，你能赚到的工资。假设那份工作年薪10万，那你读1年研究生的真实成本就是15万，而不是5万。很多人都只看到学费那笔钱，完全没算自己没赚到的那份收入。还有你决定跟现在的对象谈恋爱，机会成本就是你放弃了认识其他所有人的可能性。虽然这个没法精确计算，但它的确真实存在。你可能会说这些东西太虚了，根本没法精确计算，我算了又有什么用？没错，机会成本很多时候确实没办法做到100%精准，但重要的是你要有这个意识。大多数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算不准，而在于压根就不算。他们做选择的时候只盯着我能得到什么，从来不问我会放弃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后悔。曼昆在书里举过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你看，职业运动员往往在高中或者大学时期就放弃学业，专心去打球。外人看着挺可惜，觉得他们荒废了学业，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他们打球的潜在收入太高了，可能是几千万美元的年薪。这时候如果继续读书，机会成本大到他们根本承受不起。反过来再看你自己，你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那些低价值高重复的琐事上，比如一遍一遍的回邮件，整理那些永远理不清的表格，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会议。你的机会成本是什么？是你本来可以用这些时间去提升技能、拓展人脉、打磨一个可以迁移的硬本领，而这些事才是你真正应该投入时间的地方。机会成本这个概念的厉害之处，就是它会逼着你去思考那个被你忽略的选项。当你面临任何一个选择，不要只问这样做我能得到什么，还要问一句，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能得到什么？把2个选项放在一起，认认真真的对比，你做出的决定才是真正清醒的。很多人在选工作的时候，只看薪资这一项，谁给的钱多就选谁。但你用机会成本的视角去看，就会发现你要看的绝不只是钱，还要看这份工作能给你带来什么成长，能让你积累什么资源，能帮你搭建什么人脉，这些通通是这份工作真正的收益。同时，你也要看这份工作让你放弃了什么。每天来回3个小时的通勤，让人喘不过气的加班文化，对家庭生活的挤占，这些统统是成本。只有把账算全了，你才知道哪个选择对你来说真的更好。所以机会成本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每一个选择的背面都藏着一连串的不。你选择做 A 就意味着你同时放弃了做 B、做 C、做 D 的可能性。那些被你放弃的选项才是这个选择真正的代价。等你完全想通这一点，你做决定的速度会快很多，因为你不再纠结于选哪个更好，而是开始思考放弃哪个更不值得。现在你知道做选择要看机会成本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生活中很多选择并不是做或者不做的2选1，而是做多少的问题。比如你今天晚上要复习准备考试，你并不是在复习和不复习之间选择，你是在复习1小时、复习2小时，还是复习3小时之间选择。这时候你需要的第2个工具叫做边际分析。曼昆提出的第3个核心原理叫做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听起来很学术，其实特别好懂。所谓边际量，就是对你现有的行动方案做一个小小的增量调整。简单点说，就是再多一点或者再少一点会怎么样？经济学家把增加一个单位带来的收益叫做边际收益，
把增加一个单位带来的成本叫做边际成本。理性的决策者会在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时候继续增加投入，然后等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停下来。这个原理听起来很高级，但你仔细想一想，生活里到处都是。你点奶茶的时候，要不要加一份珍珠？加珍珠的边际收益是口感更好一点，嚼起来更有趣。边际成本是多花3块钱，如果这3块钱能换来的快乐，你觉得值那就加呗。你健身的时候今天已经练了4组了，要不要再加1组？多做1组的边际收益是肌肉，多受到一点点刺激，多增长那么一丢丢。边际成本是多消耗一些体力和时间。如果你觉得状态还不错，那就做；如果已经累得不行了，那就停，不需要强求。你加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要不要再多干1个小时？多干1个小时的边际收益可能是多一点加班费，或者把工作往前推进一点。边际成本是你少了1个小时的睡眠和陪家人的时间。当这个成本开始超过收益的时候，你就该收拾东西走了。边际分析最精彩的一个应用案例来自航空公司，一架200个座位的飞机，飞一趟总成本大概10万美金，平均下来每个座位的成本是500美金。那是不是说票价低于500就不该卖了呢？当然不是，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如果这时候还有空座位，多卖1张票的边际成本几乎是0，反正飞机空着也是空着，多上来1个人并不会增加多少燃油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人工成本，所以只要有人愿意出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哪怕只出100美金，航空公司也愿意卖给他。这就是为什么你能买到那种超低折扣的特价机票。边际分析告诉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很多决策不应该看平均值，而应该看增量。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思维就更有用了。很多人减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特别极端，要么瘦，要么死。一旦某一天多吃了1口蛋糕，就觉得自己完了，今天的努力全白费了，然后彻底破罐子破摔，开始暴饮暴食。但如果你用边际分析的思维来看这件事，多吃1口的边际损害其实很小，今天多吃了，明天少吃1口就补回来了。真正的灾难不是多吃的那1口，而是因为我们多吃了这1口，就放弃了整个计划。同样，很多人学英语坚持不下去，是因为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完美目标，今天必须背100个单词，必须学满2个小时，结果某天加班太累，只学了10分钟就觉得自己不行，干脆就不学了。可你换个角度，今天学了10分钟，边际收益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记住了几个新单词，你在英语环境里泡了10分钟，这都比完全不学强。明天状态好一点，再多学15分钟，这同样是进步。边际分析的核心智慧就一句话，不追求完美，只追求比昨天好一点点。你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决策者，你只需要在每一个小决策上都比上一次理性一点点，积少成多，你整个人的生活质量就会出现天壤之别。前面2个核心工具，机会成本和边际分析，已经能帮你解决生活中的大部分决策问题了。但是曼昆这本书里还藏着很多好东西，我再帮你拆解3个特别实用的思维工具。第一个叫做激励思维，对应曼昆的第4个原理，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到怀疑人生，但它的力量大到超乎想象。什么叫激励？就是改变你做某件事的收益或者成本的那个东西。当一件事的收益变高了，做的人自然就变多了；当一件事的成本变高了，做的人自然就变少了。就这么简单。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推论，那就是你激励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我讲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汽车销售员的收入来自销售提成，车卖的越贵，他赚的越多。这个激励会让他特别努力地卖高价车，但同时这个激励也有可能会让他对客户隐瞒一些信息，夸大车的优点，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价格卖得更高。这不是说销售员天生就是坏人，而是说激励变了，行为就跟着变了。换一个激励制度，比如改成卖得越多赚得越多，不管价格高低，他可能就会去推荐性价比更高的车型，客户体验瞬间就不一样了。这个原理可以用来解释我们身边的太多现象了。为什么现在的短视频让你刷到停不下来？因为平台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密的激励系统，每刷一下就有新的内容，没几秒就安排一个刺激点，点赞、评论、转发，全都有及时反馈。你的大脑被这套激励系统牢牢地锁死了，你就是想走也走不开。为什么现在各种健身打卡软件
能让你坚持运动，因为它把即时反馈嵌进了运动过程。你跑完1公里，手机立刻弹出数据，马上给你鼓掌，给你勋章。这种即时激励让大脑觉得我的努力立刻被看见了，于是你就更容易坚持下去。理解了激励原理，你完全可以反过来设计一套属于自己的激励系统。你想让自己多读书，就别把书放在看不见的角落，而是放在床头、放桌上，甚至放在厕所里。这样你阅读的启动成本是不是就低了很多？每读完1章，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比如喝一杯喜欢的饮料，这样读完后收益又变高了。你想让自己少刷手机，那就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等于提高了刷手机的成本，再用应用限制使用时间，降低刷手机的收益。你看，你并不是意志力不行，你只是没有设计好属于自己的激励系统。第二个思维工具叫做比较优势，来自曼昆讲国际贸易的那一章。这个概念的逻辑特别反直觉，他说的是，哪怕你在所有事情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你们合作依然有可能对双方都有好处。关键在于你们各自在什么事情上拥有相对优势。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你是公司里最厉害的那位员工，业务能力最强，管理能力也最强，看起来你应该把所有事情都包揽了，对不对？但我告诉你，你不应该这么做。你应该把那些你虽然比别人做得好，但相对没那么擅长的事情分给别人去做，把你的时间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做你最强、价值最高的那部分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最顶级的 CEO 还要请助理。你让 CEO 去写邮件，他肯定比助理写得好，但他的时间太贵了，他把1小时花在写邮件上，机会成本可能是1万个战略决策，是几百万的合同。让助理花1小时写邮件， CEO 花1小时做战略决策，这家公司的总产出就变得更大了。所以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启示呢？就是不要试图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做到最好，你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那一个点，然后把其他事情统统外包出去。你不会做饭，那就点外卖或者请人做；你不擅长整理房间，那就请保洁阿姨；你不擅长做 PPT， 那就找人帮忙设计。你把省下来的时间全部投入到你最能创造价值的事情上，其他的放心的交给别人。很多人觉得什么事情都自己做是省钱，但你如果用机会成本算一算，你会发现这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活法。你放弃掉的那部分自己的高价值时间，远远比你省下来的那些钱更值钱。第三个思维工具叫做供需思维。曼昆在书里用大量的篇幅讲了供给和需求，这个概念一听就感觉很基础，但是它的解释力强得惊人。价格是从哪来的？不是商家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定出来的，而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当很多人想要某样东西，但这样东西很少，价格自然就涨上去了。当东西堆积如山却没人想要，价格自然就跌下来。这个看起来简单的逻辑，可以解释生活里太多的现象了。为什么1线城市的房价那么高？因为想住进去的人太多了，但房子就那么点，供不应求，价格自然被顶到天上去。为什么程序员的薪水那么高？因为需要程序员的企业太多了，但合格的程序员数量跟不上需求，企业只能抬高薪水去抢人。为什么有些小众技能突然就值钱了？比如前2年突然火起来的提示词工程师，因为需求一下子暴涨，但能够提供的人远远不够，价格就被迅速推高。理解了供需，你就理解了价格；理解了价格，你基本上就理解了经济运转的一半逻辑。但供需思维最有用的地方，是用来规划你自己的职业发展。你要清楚一个扎心的真相，你的收入本质上是由市场对你的需求来决定的。当你的技能是稀缺的，是很多人急缺的，你的价格自然就高；当你的技能是普遍的，是随时可以被替代的，你的价格自然就低。所以当你规划职业的时候，不要只问自己喜欢做什么，想做什么，你要换一个角度问自己，市场需要什么，而我又能提供什么？找到那个供给很少，需求很大的交集，然后把你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那个位置上，这才是你在这个市场上拥有定价权的方式。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快速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曼昆这本经济学原理其实教给我们一套很完整的选择框架。第一，机会成本。每一个选择的真实成本是你放弃的那些选项里价值最高的那一个。所以做选择之前，先问自己一句：我不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把账算全了再决定。第二，边际分析。不要追求完美的决策，要在每一个小决策上都比之前好一点点。
问自己再多做一点，收益和成本分别是什么，然后在边际上持续优化。第三，激励思维。你的行为是被你身边的激励系统塑造的，你想要改变行为，就要先改变激励。你想理解别人的行为，就要先看懂他面对的激励。第四，比较优势。不要什么东西都自己扛，找到你最擅长的那件事，把其他的交给别人。你的时间应该花在价值最高的地方。第五，供需思维。你的价值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和你技能的稀缺性，把你的能力放在供给少、需求大的那个交集上，你才会有定价权。这5个工具加在一起，就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思维框架。你看，经济学并不是那种遥不可及、飘在云端的学术研究，它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的真知灼见。它教会我们在面对职业选择、消费决策，甚至是公共政策讨论的时候，既要看到那些看得见的直接后果，更要想到那些看不见的隐性成本。这种思维模式的价值，不只是帮你优化个人决策那么简单，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培养你理解复杂系统的能力。你想，我们今天聊的经济学原理，从来都不是教你怎么赚钱的，它教的是你怎么思考。当你面对一个复杂的世界，你不再是一团乱麻的凭感觉走，而是可以抓住几个最基本的规律，来理解市场如何运转，人如何决策，社会如何组织。这种能力会伴随你一辈子。有人说，经济学是一门让人变得更理性、更聪明的学问。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它不会告诉你哪只股票能涨停，也不会告诉你哪份工作一定适合你，但它会给你一副全新的眼镜，让你看任何事情都多一个角度，让你在做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都能更清醒一点。当你下一次面对选择的时候，不管是高考填志愿、换工作、结婚买房这种大选择，还是今晚吃什么、周末干什么这种小选择，都试着用今天这套框架想一下，问问自己，这个选择的真实成本是什么？我在边际上怎么做能更好？我现在面对的激励是什么？我的比较优势到底在哪里？市场对我的需求有多大？你会发现你的决策质量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纠结变少了，后悔也变少了，你会对生活有一种踏实的掌控感。而这一切都始于你愿意用经济学家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这本书是很厚，800多页，翻起来像个砖头，但你不需要读完每一页才能受益，你只需要把这5个核心原理装进脑子里，然后用它们去观察生活，分析问题，搞定决策，这本书的价值就已经实现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千万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让更多正在被选择困难症折磨的朋友看到。也特别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分享，你生活中哪一个选择让你最纠结，我们一起用今天这套工具来分析一下。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见。